表兄醉酒奸污了小妹，不甚在意地说，大不了我拿她为妾就是。祖母说她相貌粗陋，当真是委屈我的宝贝外孙了。母亲口称阿弥陀佛，这一回她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我拿柳条狠狠抽打表兄，告诉所有人，我朝律法，强奸12岁以下幼女者，死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出嫁，最不放心的是小妹，她自出生起，脸带胎记，容颜有损，不得祖母喜欢。母亲忙碌，下人疏忽，小妹跟着我长大。她自卑怯弱，却也乖巧懂事。9岁的女童，小大人似的保证，阿姐放心。我定把我们的浮云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就和阿姐在家时一模一样。2年后，我回娘家贺祖母60大寿，无意中得知，我出阁后，小妹并没有被允许继续住在浮云居。她随祖母同住，日日吃斋念佛，抄经捡豆。只因祖母说，小妹坏了容貌，将来勉强嫁人，也注定不得夫君喜爱。她要从现在开始习惯独守空房的寂寞，忍受漫漫长夜的空虚，要安分守己，要宽容大度，要有自知之明，要懂得顶着江家的姓，在夫家做一个合格的活死人。宾客散尽，为着小妹，我和祖母据理力争，却有丫鬟匆匆来报，不好了，表少爷醉酒闯入浮云居，欺辱了4姑娘。我豁然起身，一碗煎的浓浓的安神汤喝下去，小四方才渐渐睡熟。姨婆在我耳边小声说，下身撕裂严重，上了药，要好些时日才能恢复。包公受损，以后恐怕生育艰难。我轻轻合上门，随手折下一截柳枝，去了前厅。前厅热闹，贺知礼这会子酒醒了，扑在祖母怀里撒娇卖吃。外祖母，我喝多了认错了人，以为是我房里的姑娘呢，不然我怎么会挨撕表妹？她那张脸，我平日里见了都是绕道走的。她撸袖子，又指脸上，您瞧瞧，我都被抓成什么样子了，可疼死我了。姑母是祖母最小的孩子，也是祖母唯一的女儿。平日里，祖母最疼的就是她了，爱屋及乌，对她所出的贺知礼也是极尽疼爱。贺知礼受伤，祖母比谁都心疼，拉着上上下下检查一番，又骂母亲，也不知道找人先给脸儿擦点药，着急忙慌就审上了，当脸儿是犯人呢。先发制人是祖母惯常使的手段。这一回，母亲没有退缩，她冷着脸说，小四都昏死过去了，我这个当娘的还要先紧着罪魁祸首那点子蹭破油皮的伤势吗？母亲从来没有违逆过祖母，更别提还当着底下几个小辈的面。祖母恼羞成怒，抓起茶杯狠狠砸在母亲脚下。秦氏，你敢顶撞婆母？祖母积威已久，母亲被吓到，抿紧唇，声音终是弱了一些，总要给小四一个交代。大嫂，这事确实是知礼莽撞了。姑母柔声说，早前母亲就提过，小四婚嫁困难，少不得最后要归入知礼房中。这一回，全当两个孩子提前圆房了。大理寺少卿的嫡次女归入一个棉花素柳的浪荡子房中。真敢想啊！母亲震惊，什么？你要小四给知礼做妾？祖母冷哼一声，小四那个模样，那个性子，跟了脸儿，不做妾，难道做当家主母吗？你若是瞧不上脸儿，给小四找了更好的去处，我自不会拦着，只怕你没有那个本事。母亲沉默不语，小妹的婚事一直是她的心病，如今发生这种事，好像除了贺知礼，再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大嫂，你也知道，贺家也是名门望族，知礼是贺家的长子嫡孙，他的媳妇儿将来要执掌中馈，与各家夫人太太交际应酬。你看小四脸上巴掌大的胎记，便是我同意了，贺家长辈绝不会同意。母亲的表情松动，姑母接着安慰，大嫂别担心，只是担个妾室的名分而已。小四是我嫡亲的侄女，我还能叫她在贺家受委屈不成？以后便是李儿媳妇进门，有我撑着，也断不敢为难小四。开玩笑吧。贺知礼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从小骂着丑八怪的四表妹，要塞给他做妾。他嚷嚷起来，娶妻娶贤，纳妾纳色。别人要是知道我纳了一个丑八怪，不得笑死我，出去脸都丢光了。你给我闭嘴！
姑母抬手给了贺知礼一个耳光，看着下手挺重，但其实贺知礼脸都没红，只是做给母亲看罢了。贺知礼一脸委屈，晃着祖母的胳膊求救。祖母低声在他耳边不知说了什么，贺知礼顿时喜笑颜开，目光在祖母身后的大丫鬟皎月身上打转。想来是祖母允诺将这貌美的丫鬟送给贺知礼。那厢，姑母挽着母亲的胳膊，语重心长：咱们亲上加亲，这件事就遮掩过去了。若是传出去，吃亏的终究是小四。以后咱们既是姑嫂，又是亲家，大嫂你说好不好？三言两语，小妹的人生被他们安排好了。不好！我高喝一声，一脚踹翻门边的雕漆花机，拖着手里的柳枝，一步步走向贺知礼。你别过来啊！贺知礼害怕，上蹿下跳，躲到这里躲到那里。祖母骂我放肆，姑母叫我冷静。母亲知道我的脾气，连忙阻我：阿慈，算了，小四后半辈子还指着他呢，这次也算因祸得福了。呵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冷冷看着他。贺知礼今年18，还未娶妻，屋子里已经有了3个通房。母亲觉得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是小四的福气吗？在我的逼视下，母亲后退一步，嘘嘘说：你也听到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何况贺家有你姑母在呢，她不会叫小四受委屈的。小四在自己家中从小到大受了多少委屈，母亲知道吧？亲娘都没护着他，区一个姑母，一个能教出贺知礼这种儿子的姑母，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说不会叫小四受委屈，母亲信吗？母亲难堪的涨红脸，嗫嚅着反复说：事到如今，我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呢？我不耐烦同他纠缠，厉声喝道：让开！没有人能拦我。出了这等丑事，前厅里除了祖母身边的一个贴身大丫鬟和一个心腹嬷嬷，一个伺候的人都没留下。我带来的2个侍女聪明伶俐，一把扶住了急得团团转的祖母和姑母，让他们不能再向前一步。这个时候，姑母终于想起我所嫁何人。我的夫君是怀远侯府的世子爷，是大齐赫赫有名的少年将军。这2个侍女皆是舞婢。知礼，快跪下来跟你燕慈表妹认个错。姑母立刻喝令贺知礼。贺知礼伸长脖子辩解，都说了是醉酒认错了人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往他脸上抽，他哇叫起来：好好好，我那4表妹为妾，我应了还不行吗？柳条携着风声密集地落下，贺知礼的长袍上渗出血迹。救命啊，娘亲！外祖母救命！祖母心肝肉似的嚎叫起来：孽障，快住手！你要打死你表弟是不是？姑母哭诉道：母亲，你忘了，燕慈如今是怀远侯府的世子夫人，哪里还把你我放在眼里？她今天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也是她祖母。江燕慈，你敢忤逆不孝？母亲也哭：别打了燕慈，你把她打成这样，小四以后在贺家如何立足？我住了手。贺知礼躺在地上呻吟，他确实是要死的，不过不该是死在我手里。姑母扑到贺知礼身边，祖母连忙命人请大夫。他的大丫鬟皎月站着没动，心腹周嬷嬷将挪了脚步。我的一个侍女唰一声拔出腰间的长剑，周嬷嬷颤巍巍又把脚收了回去。我把柳条摔在贺知礼脸上，看着厅内诸人。大起律例第328条，强奸幼女者斩立决。厅里只安静了一瞬，没有人把这条律例当真。毕竟自大起开国以来，还未听说有贵族男子为此丢了性命。他们都以为我只是吓唬人。祖母指着我骂：你父亲容你多读了几天律法，你倒用在自家人身上了。你是要去顺天府敲鼓，还是要去大理寺喊冤？你要逼死脸，逼死你姑母，再逼死我吗？贺知礼嗷嗷叫：江燕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素来最疼4表妹，怎么舍得叫她丢人现眼？不过是逼着我娶她为妻而已。她一个丑八怪，我肯纳她为妾已是她的福气，还妄想我八抬大轿娶她进门吗？别做梦了，有种你就去报官，我就不信你敢。看看到时候是我活不下去，还是4表妹活不下去。不仅贺知礼以为这是我为小四争取正妻之位的手段，姑母和母亲也这样以为。姑母放低了姿态：燕慈，
你也是做宗父主母的，当知这其中艰难，小四实在难登大雅之堂。再说，我上头还有婆婆和祖婆婆，知礼的婚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母亲则疲惫无力地劝我，别闹了燕慈，小四什么样子你最清楚，她如何能担起一家主母之重任？到时候闹出笑话来，贺家、江家都丢脸面。我只盼她一辈子安安稳稳，衣食无忧，其他的便不要强求了。我没有说话，我在等。可笑的是，他们却以为我被说服。姑母拉着母亲，从来没有过的亲热，待小四及笄，咱们就挑个良辰吉日，把2个孩子的婚事办了，热热闹闹，绝不叫人轻看小四。母亲脸上有了笑容，小妹从出生起就是她的累赘，现在终于脱手了。姑母的饼画到小妹一举得难的时候，我的丫鬟推门而入，主子，状纸写好了。状子末尾有小四的签名和指印。祖母当是我之前的吩咐，半点没放在心上，随意挥手，用不上了，拿去烧了吧。我的丫鬟她只挥不动，状子递到我手里，写得很好，回头赏你。我认认真真，逐字逐句看完。诸人渐渐意识到不对，姑母的笑容一点一点消失，嘴唇颤抖。她和震惊的祖母异口同声：江燕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只管居高临下盯牢面色惨白的贺知礼，我们就看看你和小四谁先活不下去。疯了？你疯了不成？贺知礼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。我一字一句重复律例：强奸12岁幼女者，斩。立决。这一刻，贺知礼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。是四表妹勾引我的，她终于想到推脱之言，牢牢揪住不放。我错入浮云居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是4表妹请我进房小憩，然后百般纠缠。对，定然是这样。祖母长舒一口气，语气里竟然有了痛惜。小四这孩子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，4、5岁的年纪就学着涂脂抹粉、描眉画目，6、7岁之际隐约有了搔首弄姿之态。我就是怕他长歪，才带进佛堂教养，没想到还是没防住。姑母频频点头，连连附和，小四定是怕自己嫁不出，勾知礼与他生米煮成熟饭。他才11岁，就生了这般龌龊心思，也不知与谁学的。秦氏，祖母目光如刀，你是小四亲母，小四的品性你最清楚，你说他是不是轻薄浮浪之人？我静静看着母亲，她十分为难，比受人奸污躺在床上的小四还要为难。阿慈，你怎生如此不懂事，非要搅得家无宁日不可吗？我对他的回答竟然一点不意外，只是替小四难过。小四倒是从小就懂事，不管母亲从外头寻了什么偏方，哪怕是烂泥血污草灰，哪怕是蛇虫鼠蚁毒蝎，让他敷他就敷，让他吃他就吃，从未有过怨言。这般年纪的小姑娘，哪个不是天真烂漫？她却要青灯古佛熬死水一般的日子。你嘱咐她不可告诉我，她便不对我提及半句，只说日日盼我回来。我只当她是想我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是只有我回来，她才能有3、2日的自由。母亲不肯为小四争，对婆母奉命为紧，委屈小四，换来了家宅安宁，换来了贤良淑德的名声。母亲当真是了不起啊！母亲捂着脸哭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今小四已经是贺家的人，除了嫁给贺知礼，她还能有什么出路？难道要她青灯古佛一辈子吗？我厉声道，她现在不是青灯古佛吗？母亲从前不曾心疼她，现在就不要假惺惺了。我的妹妹，我自己护。我杀气腾腾看着贺知礼，他咽着口水，后退一步，虚张声势喊，是小四主动委身于我。你，我没有强迫他，不管告到哪里，我都是这般说辞。我勾唇，贺知礼，大起律例第328条，强奸12岁幼女者，斩立决。后面还有一句，虽和同强，即使自愿，也视为强奸。好不容易站起来的贺知礼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外祖母，救命！他爬到祖母脚下，祖母把他护在怀里安抚，对着我也终于不再疾言厉色。燕慈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
难免思虑不周。仔细想想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何必做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？此事传扬出去，将是一门折了脸面不说，你那几个还未说亲的姐妹，怕是从此无人问津。最受伤的就是小四了，他以后哪里还有脸见人？恐怕一条白绫就把自己吊死了。我笑了，祖母弄错了，禽兽不如，知法犯法的是贺家子，教出如此丧尽天良的子孙，丢脸的是他贺家，与江家姑娘有何干系？至于小四，他既能在状子上签字摁红，就绝技不会寻死。祖母担心他没脸见人，莫非忘了小四从出生起，祖母就没允许他出过门。11岁的江严谨，外头的一朵花一株草都没有见过，却见到了最丑恶的人心。祖母说他对小四很失望，抄书念经2年，佛的慈悲为怀他是一点没有学到。我竟一点没看出来他是个心狠的，宁愿玉石俱焚也要做理儿的正事。罢了罢了。祖母长叹一声，他不顾惜江家的名声，我却是不能不顾的，只能豁出去我这张老脸，去贺家给他说相。贺知礼眼中满是屈辱不甘，但在姑母的眼神示意下，终是忍辱负重的应下了。姑母擦着眼泪，到底是江家的姑娘，想来贺家长辈也会给我几分薄面。大嫂记得到时候陪嫁重一些，小四在贺家也能站得稳一些。母亲点点头，眼中泛起泪花，如释重负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小四的模样，能嫁到贺家做大房正室，是母亲做梦也不敢想的。她喜极而泣，一屋子的跳梁小丑，我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你们还以为我做这么多是为小四争一个正室之位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让小四嫁进贺家。贺知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要才华没才华，要人品没人品，你就是一坨狗屎，哪里配得上小四？江燕慈。贺知礼脸红脖子粗的乱吠，四表妹那副鬼样子，若不是我倒霉碰了她，哪个男人肯要她？便是扒光衣服丢到乞丐堆里。我反手给了贺知礼2巴掌，他惨叫一声，吐出2颗混着血的牙，终于闭嘴了。祖母又叫骂起来，拐杖戳在地上咚咚响。祖母省省力气吧，等到你的好外孙斩立决的时候再骂不迟。他们终于知道我是真的要送贺知礼去死。阿慈啊阿慈，母亲急得团团转，你姑母都同意明媒正娶小四了，你就不要再揪着知礼不放了。他便是真的斩立决了，对小四有什么好处？如今除了知礼，还有谁家肯八抬大轿娶小四进门？母亲想得很周到，一个失真破相的女儿留在家中，始终是个大麻烦。贺知礼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肯娶小四。然后呢？我问母亲，小四换一个地方吃斋念佛吗？还是嫁过去不到1年便病死，给贺知礼上得了台面的田房让位置？母亲不在乎是不是？只要小四嫁出去了，以后是死是活都和母亲没关系了，对吧？姑母画的饼，母亲固然吃得香，但其他可能，她心底隐蔽的角落不是没有想过。我一针见血，她涨红脸，手足无措，语无伦次的解释。我面无表情看着她，她终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，只捂着脸哭。好，江燕慈，你真是好样的。祖母冷笑，你以为做了怀远侯府的世子夫人，我就拿你没有办法吗？我已经叫人去侯府请你婆母，算算时辰，也快到了。你若是自此偃旗息鼓，我还可为你在侯夫人跟前遮掩1、2。你若是冥顽不灵，动不动喊打喊杀，我便让他瞧瞧自家的心腹是个什么乖张暴虐的性子。我的夫君，怀远侯府的世子梁喜，大齐赫赫有名的战神，新婚第2日便带兵出征，距今已有2年。我与他之间着实没有什么情分。祖母敲打我，听说姑爷快回来了。男人在外头打仗，血气方刚，谁知道有没有收个女人在身边伺候？保不齐孩子都出来了。你一个出嫁的姑奶奶，赶紧回去想着如何笼络夫君才是，掺和娘家的事做什么？便是姑爷身边有知心人，你这2年来尽心尽力伺候婆母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姑爷孝顺，自会念你的情。但你若是遭了婆母厌弃，怕是姑爷归家之日，
就是休妻之时。几句话吓得母亲差点跪下来求祖母手下留情。她已经折了一个女儿，另一个女儿不能再毁了。婆母白日里来江家贺寿，折腾了一日，好不容易歇下，又被请过来，脸上不是很好看，碍着礼数，挤出点笑容。祖母一边同她寒暄，一边拿余光去我耍了一晚上威风，这会子她有心挫挫我的锐气，好叫我也受一受提心吊胆的滋味。虽没有提贺知礼之事，但话里话外，半开玩笑半认真点我年轻不懂事，请亲家多担待。他把自己当成戏弄老鼠的猫。婆母听得云里雾里，让燕慈说给夫人听吧。祖母笑呵呵，她笃定了我不敢向婆母和盘托出。谁会把娘家丑事扬到夫家呢？我会啊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在我这里不存在。我姑母的儿子今夜奸污了我家小妹，我一五一十告诉婆母。祖母一口气没提上来，差点气死。姑母哭起来，侯夫人一进来就看了我们家知礼好几眼，定是奇怪她为何伤痕累累。她醉酒冒犯了小四，认了错，也愿意担责八抬大轿娶小四为妻，偏燕慈不依不饶，差点把她打死。母亲吓得面无血色，好像我马上就要被夫家休弃了。祖母微微犹豫，她固然不愿舍了怀远侯府这门姻亲，但和宝贝外孙的小命比起来，荣华富贵又不算什么了。她选择了添油加醋，我这老婆子就差跪下来求她了。她如今借着侯府的事，连祖母都不放在眼里了。贺知礼恰到好处地呻吟起来。婆母听得头疼，揉着太阳穴训斥我：你打你表哥做什么？闹出这样大的动静，一不小心传到外头，平白叫人说闲话，直接一刀杀了，静悄悄，什么麻烦也没有。祖母僵硬了，姑母不哭了，贺知礼也不呻吟了。亲家，祖母终于能说话了，嚎了一嗓子，都是一家人，怎能如此狠心？婆母给喊愧疚了，不好意思起来，对，都是一家人，杀了确实冷血了些，要不淹了。我手底下正好有个宫里出来的公公，精于此道，一刀下去，齐齐整整，半点苦不吃。贺知礼晕过去了。不愿意啊。婆母不乐意了，拍案而起，军中将士若是欺凌良家妇女，尚且杖杀于营前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难道比得过上阵杀敌的将士吗？这也不愿意，那也不愿意，便宜都让你占了，真不要脸。祖母的脸色很难看。婆母连忙说：老太太，没骂你不要脸，我说这小辈呢。祖母的脸色更难看了，她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我的婆母怀远侯夫人，因着身份地位，比我更难打发。一筹莫展之际，父亲和兄长回来了，他们二人送几位喝多了的老大人回府，这会子方返家。顶梁柱回来了，祖母和姑母的腰杆又硬起来了，一个喊儿子，一个喊大哥，哭诉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趁得我和婆母像入室打劫的贼匪。父亲身为大理寺少卿，审案多年，最会骂人了。他骂我：你吓唬谁呢？大起律例，哪一条写了强奸12岁以下幼女斩立决？强奸10岁以下幼女才是斩立决，律法都记错了，还学青天断案呢，也不怕人笑话。姑母和祖母喜极而泣，晕倒的贺知礼悠悠转醒。父亲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：强奸12岁以下幼女明明是死缓，太刺激了。贺知礼两眼一翻，又要晕过去。先别晕。父亲眼疾手快捞住他：阿慈打了你一顿，我还没打呢。兄长与贺知礼有些私仇，搓着手：爹爹，一起。父亲和兄长的拳脚比起我厉害多了，贺知礼被打得鬼哭狼嚎，最后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留你一条命，秋后问斩。父亲如是说。贺知礼和姑母双双晕过去了。祖母知道父亲的性子，不再替贺知礼求情，只抓着小四说事，便是李儿死不足惜，那小四怎么办？李儿大狱里走一遭，不用等到秋后问斩，小四失真的事就传开了，人言可畏，叫他如何活下去？父亲奇道：这有何难？女儿家失真，自然不能苟活于世。念在小四年纪尚小，为人逼迫，便允他自我了断。看到儿子比自己还狠，祖母、婆母之前还偷偷问我为何不孝，现在他知道我为什么不孝了。我的父亲
人人夸他正直清廉，不畏强权呢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母亲不敢质疑父亲的决定，只敢在我旁边小声哭着埋怨。好好的亲事被你搅黄了，小四现在连命都保不住，看他恨不恨你。小四不会恨我，他不曾哭过，只说阿姐，我要贺知礼死，哪怕赔上我的一条命。贺知礼一条烂命，哪里值得小四拿命去拼呢？我问父亲，男子为人逼迫失贞，是否同样自我了断？荒唐，胡闹！父亲板起脸，男子哪有失贞一说？兄长嘻嘻笑起来，怎么没有？若是美人，自然半推半就；若是丑女，可不就是被逼脱裤子吗？父亲瞪他一眼，他连忙一本正经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吃亏的总是女人。若是男人逼迫男人呢？算不算的失贞？我淡淡说，听说那些多年碰不到女人的光棍，但凡碰上个眉清目秀的男子，就不撒手了。母亲惊骇，阿慈，你婆母跟前怎说出如此荒唐之言？她连忙替我向婆母打招呼。婆母轻咳一声，阿慈一个小姑娘，哪里知道这些？都是我平日里闲来无事讲给她的。我们家侯爷常年镇守边关，每年回京述职，这些事情都是一箩筐一箩筐地带回来。据说啊，这些光棍就喜欢亲家公这种类型的，清秀儒雅，好下嘴。母亲，父亲，他冷下脸，阿慈不必拐弯抹角说这些话，我知你与小四感情深厚，一时接受不了。以后你就会知道，我都是为了小四好。与其生不如死，不如就此解脱。父亲是一家之主，他做的决定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，哪怕是抹去一条生命。他喊人把贺知礼带下去看押起来。这时外头却有人来报，说贺家家主来了。姑母哈哈笑，满脸得意，兄长，我早就派人去贺家送信了。小四是江家的姑娘，要杀要剐随你们处置，但知礼是贺家的儿郎，你纵是大理寺少卿，贺家亦是世家大族，想要我儿的性命没那么容易。贺家家主是贺知礼的父亲，蓄着短须，一脸精明之相。他意味深长说，这孽障犯下大错，确实该死。只是江贺两家也算京都有头脸的人家，闹到衙门里，失了面子是小，连累江家诸位姑娘的名声是大。不如把这孽障交由我处置，横竖都是死，看在两家姻亲的份上，就不要计较他死在哪里了。但凡贺知礼交到他手里，回了贺家，是死是活就不好说了。姑母本来要闹，接触到贺家姑父的眼神，想明白这层缘由，顿时偃旗息鼓。父亲不是傻子，贺家姑父打的什么算盘他门儿清，但是贺家姑父给的太多了，江家折了一个姑娘，我们贺家自然要赔一个来。大郎不是一直喜欢我们家瑶光吗？我瞧着两个孩子很是般配，年底就可以把婚事提上日程了。兄长喜笑颜开。贺瑶光温柔美丽，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无一不通。贺家费了大精力培养他，是奔着王府的前程去的。他配吊儿郎当的兄长，着实可惜了。贺瑶光是姑母的掌上明珠，他欲言又止，终是没有反对。说到底，女儿再金贵，也没有儿子重要。父亲这边，儿子不成器，可太需要一个撑得起门户的儿媳了。况且姑父给足了父亲面子，明面上贺知礼依旧是要去死的，和父亲公正廉明、守护律法的形象不冲突。贺家家仆扶起贺知礼，姑父一边挥手让他们把人带走，一边和端着架子的父亲讨论起兄长和贺瑶光的婚事来。借老太太大寿的光，双喜临门。于是父亲没有阻止贺知礼的离去，我也没有。贺家姑父比姑母聪明，他与父亲相谈甚欢，对我这个小辈亦有安抚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只要我肯善罢甘休，这件事就算完美解决了。瑶光和你兄长定亲在即，小四若是这个时候出事，总是不吉利的。你父亲便是整顿家风，也不急于一时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拖的一时是一时，说不定到时候你父亲一高兴，小四就活下来了。这般拿捏我的软肋，贺家姑父当真是运筹帷幄。我笑了。贺家姑父开怀，阿慈从小就懂事，仿佛一切尽在他掌握中。门外，贺家家仆浑身湿漉漉，慌不择路奔进来，扑通跪倒在地。家主，少爷，少爷的马车翻进河里，少爷就上来，没气了。
姑母和祖母惨叫一声，齐齐晕过去了。是你？姑父目露凶光，陡然看向我。现在他知道我为什么笑了。我坦然而对，阿慈不知道姑父在说什么，只记得姑父说表兄交由你处置，反正横竖都是死。表兄果然死了，姑父一言九鼎呢。贺家姑父目眦尽裂，伸手就要抓我，我的舞臂尚未动作，一记短刀凌空射来，划破姑父手掌，擦过父亲耳畔，最后牢牢钉在窗棂上。贺大人铁面无私，大义灭亲，真乃吾辈楷模。明日我进宫面圣之际，定将贺大人所为报与圣上，圣上定会嘉奖贺大人秉公灭亲之举。梁喜身着铠甲，信步而来，他回京了。这算是成亲后我和梁喜的第2次见面。我朝他微微轻身，他点点头。贺家姑父面色惨白，刹那间权衡利弊，终是拱手作揖，站在了自己儿子的尸骨上。将军愿在圣上面前为贺某美言，贺某感激不尽。大军还在城外驻扎，梁喜为着赶上祖母的寿宴，快马加鞭直奔江家，正宴没赶上，倒撞见了这桩意外。原准备了一尊佛像为老太太贺寿，现在倒是送不出去了。无妨，将军已经送了一份大礼。我把婆母和梁喜送到门口。婆母说，你放心在家中多住几日，陪陪小四，反正你与大郎2年未见了，也不差这几日。梁喜胡子拉碴，负手而立，与婆母时常念叨的玉树临风半点不沾边。婆母斜睨他一眼，拉着我悄声说，我真没骗你，大郎确实面如冠玉，貌若潘安。待他回府养上2日，保管你回来时见到一个俊俏郎君。大婚那日的梁喜，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，凭着婆母日常描述勾勒出的形象，又和眼前人相差甚远。梁喜忽而笑了，母亲在家书中说，阿慈温柔贤良，敦厚真顺，定也不是骗我的吧。婆母轻咳一声，我抬头看天，马车渐渐远去，依稀听得婆母的声音，见媳妇也不知道洗把脸换身衣服。这2年来，为了维系你们夫妻的感情，我是操碎了心。贺知礼死后，姑母听信传言，认为是贺姑父害死了贺知礼，闹得贺家鸡飞狗跳，最后被关进了家庙。贺瑶光和兄长的婚事不了了之，父亲原本备下3尺白绫，让人送到小四房中，只是这一日，他放衙回府的路上，遭一蒙面男子劫持。那蒙面男子有龙阳之好，在一破庙中把父亲压在了身下。我带人将父亲救回，只字未提他在破庙中的遭遇。后来他也只字未提小四失贞之事。祖母大病了一场，他以事急为由，把小四留在身边。皎月偷偷和我说，祖母想逼死小四，给贺知礼配冥婚，并不是明目张胆的打骂蹉跎。祖母靠在大银枕上，避开小四喂药的手，不咸不淡说，就在那站着吧，你脏了身子，不要碰我屋里的东西，省得平白无故添了晦气。听说阿慈给你做了几套衣裳，你也算是知礼的人了，他才死几天，你倒有心思打扮。怎么食髓知味，迫不及待想找下个男人了？我要是你，早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，哪还有脸活在世上？你活着没人要，还不如下去和知礼做对鬼夫妻，有贺家子孙供奉，好过100年之后做个孤魂野鬼。小四从前不爱说话，更别提和长辈顶嘴。这一回，他脆生生说，祖母召我是急，不怕我在汤药里下毒吗？正要喝药的祖母顿住，他忽然不敢喝了。我推门进来，揽着小四站在祖母冰榻前，温和地说，祖母记好了，小四若是有个好歹，我就找个老头，脱光了衣服爬祖母床上。祖母也知道，我们家将军手底下多的是打光棍的退伍老兵，不知道届时祖母活不活得下去，会不会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。要是祖母舍不得死，我就去祖父坟前哭一哭。江燕慈，祖母气得发抖，我可是你祖母。祖母知道的，我说到做到。我求婆母认了小四做义女，禀告过父亲之后，把小四接到怀远侯府与我一起生活。从前小四不能出门，也害怕出门，让他偷偷跟着我出去玩，他也不敢。
祖母说只要外头没人知道我长得丑，将来就能勉强把我嫁出去。等到洞房花烛夜掀了盖头，夫婿后悔也没用了。现在小四清楚自己的情况，对嫁人不抱任何希望，甚至厌恶。如此，反而不抗拒出门了，连面纱都懒得戴。我请夫子教他继续读书认字，教他珠算记账，也教他弓马骑射。他帮我打理家务，跟着我巡视田庄和酒楼商铺，还交了一些朋友。初时有人议论他的容貌，但渐渐的，小四就只是都城里一个长相平凡的小姑娘了。母亲每年都要拉着小四哭一场。将来你可怎么嫁人呢？随着小四年岁渐长，母亲越发焦虑。终于在小四19岁那年，母亲求我，阿慈，不如就让姑爷纳了小四。他左右不会跟你抢什么，给他一口饭，养在府里，就当可怜可怜他。母亲就见不得我过好日子吗？我还未开口，小四已气得砸了手里的茶盏。多年来我吃住皆在侯府，与养在侯府有何区别？阿姐在我身上所费银钱，可曾问江家讨过一分一毫？一母疼我，阿姐护我。如今我走出去，人人都敬我是怀远侯府的姑娘，我有何可怜？母亲的眼泪说来就来，小四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女子哪有不嫁人的？不嫁人哪里有依靠？小四咬牙切齿，母亲且看着，我一辈子不嫁人，能不能过得比你好？母亲，我淡淡喊了一声，你总是惦记着要小四做妾，想来是很喜欢妾室了。正好将军有个战死沙场的兄弟，留了个寡居在家的小姑姑，无依无靠，不如就让父亲纳了去。小姑姑比母亲还长了1岁，又是寡居，左右不会和母亲抢什么，母亲就当可怜可怜她，养在府里，给她一口饭吃就行。母亲震惊，阿慈，你存心给母亲添堵是不是？哪有女儿给父亲送妾的？小姑姑什么情况？母亲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只听见了我让父亲纳妾。哪有丈母娘让姑爷纳妾的？哪有当娘的让女儿做妾的？我冷笑，母亲近来闲得很，想来是祖母过世，母亲寂寞了。我这就劝父亲给母亲找个姐妹打发时间。父亲不好女色，可要他为将军分忧，照顾马革裹尸将士的家眷，他又十分愿意。新姨娘进门后，虽然深居简出，但与父亲颇聊得来。父亲日宿在新姨娘屋里，母亲同我抱怨，我没有告诉母亲，新姨娘不是小姑姑，其实是小叔叔，也就是当初有龙阳之好的蒙面男子。大约父亲也不想日宿在新姨娘屋里，但是哪能由他说了算呢？我只和母亲说，将军还有个战死沙场的兄弟，父母早亡，只留了一个操持家务误了花期的大姐，无依无靠，不如就让父亲纳了去。母亲再多个姐妹，也不至于房中冷清，无人说话。后来好长一段时间，母亲没再登侯府大门。小四一直没有嫁人，她是怀远侯府的老姑娘。可除了些许无伤大雅的流言蜚语，这件事并没有对她产生多大影响。侯府的孩子叫她姑姑，她有亲人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有中仆，日子热闹，生活顺遂。她只是没有夫婿，仅此而已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